台军备根据整体防卫构想，认为台湾在增强其不对称防御能力时，需要通过大量采购小型机动弹和其他致命武器来实现。这些武器必须具备成本效益，并且能够承受在全面入侵的初始阶段所预期的大规模空袭。这一构想的灵感来源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邻国曾爆发激烈军事冲突，导致双方付出沉重代价。这场战争的影响已经映射到了台湾海峡，使得台军制定整体防卫构想的建议。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军队的入侵过程中，采用了一支由美国提供的机械化铝制弹簧刀和无人机组成的机械化旅。这些无人机重量轻，每台仅 2.5 公斤，方便携带。乌克兰的神风敢死无人机部队成功攻击了一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的空军基地和船只。非对称武器系统在入侵期间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轻松隐藏在自然环境中，及时打击敌人的薄弱点，同时带来最小的附带损害。尽管台湾已经引入了剑翔锐渊和死神 MQ-9 等无人机，甚至推出了无人战斗机，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台湾的需求。因此，台湾将目光投向更适合当前作战需求的飞弹，这就是台湾提出的雄升专案计划，旨在开发一种射程超过3000公里、速度超过6马赫，并具备逆踪能力的飞弹。这种飞弹不仅适合进行攻击，还更适合用于空中防卫。因此，台湾对于新武器的防卫计划显然是认真且不马虎的。雄升专案将成为台湾最强大的源头打击手段。这个故事要从前年年底说起。那时，台湾制造了一批小批量的增程型雄2E巡弋飞弹，并交付给了空军防空技飞弹指挥部的特种飞弹部队。据悉，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还准备了一大笔36亿2千余万元新台币的预算，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再研发一种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巡弋飞弹，名字叫雄隼巡弋飞弹，并计划耗时5年。这个计划被亲切地称为雄隼项目，不要被名字搞混了。这款新型巡弋飞弹可不同于我们熟知的雄2E增程型飞弹，因为雄2E增程型飞弹没有逆踪能力，而雄隼巡弋飞弹则是全新的家伙。未来，它们将与雄2E系列飞弹一起，成为台湾的重要源头打击力量。说到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巡弋飞弹方面的经验，那可是相当丰富的。早在2008年，他们就启动了代号极隼项目，成功量产了射程达到600公里的雄2E巡弋飞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实际进行了一次作战测评射击，然后陆续将这些雄2E巡弋飞弹交付给特种飞弹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飞弹的射程逐渐增加，最终发展出了雄隼巡弋飞弹。在一番试验后，发现这些家伙的射程已经达到了800公里。因此，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表示，他们完全有技术实力来生产射程达到1200公里的雄2E增程型巡弋飞弹。不仅如此，台湾还在研发其他长程武器，包括中程弹道飞弹，代号疾风项目，其射程有望突破1000公里。可以说，台湾正在全力提升台防，以确保自己的领土和民众的安全。但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台湾新计划雄隼项目。这可不是寻常的武器计划。简单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发展一种射程超过3000公里的长程巡弋飞弹。但它们可不仅仅是普通的导弹。首先，雄隼巡弋飞弹有一个独特之处——逆踪能力。这意味着敌人很难察觉它们的存在，而且它们的机动性极高，飞行速度快得要命，达到6马赫。此外，不仅有陆射型，还有箭射型。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陆地和海上发射，实现全方位的打击。那么，为什么台湾要搞这种玩意儿呢？原来，中长程弹道飞弹一直是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受到国际监管。但台湾是个自由风格的地方，核武器等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内。雄隼项目纯粹是为了台防，而非核武器。现在，让我们聊聊高超音速武器的魅力。上个世纪，弹道导弹非常流行。各国都在玩。然而，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研究反导技术，于是高超音速武器悄然崭露头角。2010年后，各国开始疯狂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因为它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飞行速度极快。这种高速机动的家伙让反导系统感到头疼，几乎没有有效的拦截手段。
虽然有人说激光武器可以拦截，但实际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因为激光武器在大气层中效果有限，射程也受到限制。高超音速武器不仅速度快，而且一旦命中目标，就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不需要携带核弹头。要成为高超音速武器，必须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7344公里，也就是6马赫。在高速飞行状态下，敌人几乎没有时间来进行拦截。在这个前提下，前提是他们的反导系统能够反应得过来。传统洲际弹道飞弹虽然在某个阶段的速度也能超过5马赫，但它们已经失去了机动性。而高超音速武器可以改变航向，使拦截变得更加困难。这些高超音速武器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另一种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们的工作原理不同，但都需要克服高速飞行时产生的极高温度。这可不是小事，因为当速度数倍音速时，摩擦产生的热量可能达到2200摄氏度，传统材料根本受不了。因此，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各种技术突破和创新。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极音速飞弹的通信导引问题。这些家伙可不好对付，因为它们在飞行时会产生高温，周围形成一层等离子体超带电粒子，使普通的无线电信号束手无策，就像太空飞机或载人火箭在重返大气层时一样，通常会失去与地面联络中心的通讯。那么，极音速飞弹的导引通讯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这可是个考验研发人员智慧的难题。那么，为什么拦截极音速飞弹如此之难呢？主要有4个原因。首先，预警反应时间太短，这些飞弹速度太快，让你来不及反应。第二，地球区域限制了雷达性能，雷达信号不能穿越地球区域，所以检测距离有限。第三，匿踪措施，这些飞弹通常采用各种措施来躲避拦截。第四，不规则的飞行路径，它们不像传统的导弹那样飞直线，而是非得像打水漂一样，这让传统反导系统束手无策。美军为例，要拦截这种家伙，最佳的方法是在太空中建立侦察探测平台，甚至考虑发射平台，否则几乎不可能发现并拦截这些快速移动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一个作战指挥通信系统，整合各种反导飞弹系统，如萨德、爱国者、标准系列以及陆基、海基宙斯盾等，以共享跟踪信息，并根据飞行阶段决定使用不同的反制武器。然而，这个过程非常繁琐，成本高效益低。根据目前全球的防空飞弹系统，几乎无法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因此全球各国都在全力研发这种武器，因为拥有了它，其他国家的防空系统几乎等同于摆设。台湾的极音速项目飞弹在研发，如果顺利量产，或者说一旦台湾拥有了这种武器，其军事实力将迅速提升，已经是小卡拉米等级了。就好比西方在当年发明了狙击枪一样，但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因为极音速导弹的研发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包括高温耐受性和通信导引。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而刚刚开头咱们讲的疾风项目也是一项非常神秘且机密的项目。据说这个家伙可以携带核弹头，按照里程来列队的话，它属于中程级别，而且是弹道飞弹火力一哥。也从专业人士那里得知，这个飞弹有众多美国飞弹的影子，而这个飞弹就叫潘兴2两级弹道飞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做推力。这个叫潘兴2导弹的家伙相当厉害，由马丁麦迪埃塔公司设计制造。当时的目标是要替代潘兴1野战炮兵导弹系统，成为美国的一支主要核武力量。潘兴2导弹分成3种型号，而潘兴和潘兴1导弹已经退役。潘兴2导弹是第3代战术地对地导弹，从1978年开始研发，1985年正式开始服役。这款导弹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当时原华沙公约组织国的指挥所、交通枢纽等目标。它有2套导引系统，一套是惯性导引，另一套是雷达地形匹配终端导引，使其命中精度非常高，约为30米。在当时的地对地弹道导弹中，它算是精确无比的一款。导弹上携带了5000至5万吨级 TNT 当量的核弹头，最大射程达到了180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约为300公里，速度更是飙升到了12倍音速。整体尺寸也不小，长10米，弹径1米，
发射重量高达7.26公吨，而且发射准备时间只需5分钟。这种导弹主要用来攻击导弹基地、飞机场、海军基地、指挥和控制中心、交通枢纽等目标。其主要特点是精确度高、射程远，甚至可以在移动状态下发射。1983年，美国陆军使用潘兴2武器系统取代了潘兴1A， 而德国空军则一直保留着潘兴1A， 直到1991年才退役。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战术武器系统。台湾之所以拥有这项技术，是因为台湾一直是美国的军事武器伙伴，两者长期有军事交易。有许多网友猜测，台湾部门可能从美国购买了潘兴2导弹的图纸，但并没有购买技术，实际上属于逆向研发。潘兴2导弹的总长为10米，直径为1米，总重为7200公斤。其基本构造可分为3部分：重返载具、第2级火箭发动机、第1级火箭发动机。重返载具包括雷达部、战斗部、控制导引器，不构成第2级火箭发动机。第1级火箭发动机在重返大气层时抛弃。2级火箭发动机有大体相同的结构，主要是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导弹弹体材质由凯夫拉有机纤维制成，因而重量较轻。喷管烟部由石墨材料制成，喷口由碳酚醛材料制成，喷管可以摆动。除了产生推力外，喷管还承担导弹俯仰和偏航运动的控制。底部低级配备了4个十字形的弹翼，其中2个是固定的，2个是可动的。当第1级工作时，固定弹翼保证导弹的稳定性，可动弹翼控制滚转运动。第2级没有弹翼，其滚转运动由重返载具的弹翼控制，俯仰和偏航靠摆动喷管控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武器研发的幕后故事，每个武器项目背后都有一份周密且深思熟虑的计划。今天我要为大家揭示的是台湾一个鲜为人知且未能完全实现的武器计划——天马计划。这个计划诞生于1980年代，由具有前瞻视野的科学院牵头，旨在研发一款中程弹道导弹。但自项目启动之初，就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涉及核弹头的部分。每次军迷讨论天马计划时，核弹头的复杂性总是不可避免的话题。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是政治和战略层面的考量，对台湾来说尤为复杂。让我们以天马导弹为例，深入探讨核弹头的挑战。首先，核武器的研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涉及先进的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技术。核弹头需要小型化、轻量化，以适应导弹的载重和空间限制，这要求精密的工程设计和高度精确的制造工艺。而天马计划作为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发项目，技术难度极高，将核弹头装载到这样的导弹上更是难上加难。其次，核武器的安全控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核弹头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因外界冲击或故障而意外引爆。这要求导弹系统必须具备极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核武器的使用控制必须极其严格，以避免误发或被未经授权的人员操控。弹道导弹，尤其是冷战时期的那些，是科技和实力的象征，只有少数强国才能掌握这一高难度技术。台湾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了前期的铺垫工作。他们首先研制了名为清风的导弹，性能在当时可与苏联的 FAM-7炮兵导弹或美国的 NGM-52长矛导弹相媲美。清风导弹的基本参数颇为引人注目：全长6、15米，翼展1、4米，直径0、56米，发射重量高达1520公斤，弹头重450公斤，最大速度可达3马赫，射高约46公里。这款导弹采用液态燃料火箭引擎，动力强劲，有效射程介于60至100公里之间，最大射程下误差仅约370米。1981年，清风导弹在汉武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台湾首次正式公开展示其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力。清风导弹原设计目标是实现300公里射程，但试射后发现其射程最远只达到了100公里。在以色列的协助下，这款导弹的射程最终提升至130公里。清风导弹的成功为后续的天马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天马计划在启动2年后的1982年，因种种原因被迫中断，清风导弹的生产计划也受到影响，最终被迫取消。
在经历了那次挫折之后，台湾转变方向，开始研发一种地对地的短程导弹。这款新型导弹最初计划使用固体燃料作为推进力，但由于技术难题和资源的局限，这一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然而，台湾并未因此气馁。到了1996年，天马计划重新启动。尽管所面临的技术已稍显陈旧，但台湾仍然坚持尝试。直到2000年，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不得不宣布放弃天马计划。这个计划始终伴随着各种猜测和传言。有人质疑这个计划的存在，也有人声称它已经取得了成功。直到1999年科学院30周年院庆时，天马计划才首次被公开提及，并展示了概念模型。据当时科学院的内部人士透露，计划已经进展到脱节机构的开发和第二节火箭空中点火技术的研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不久之后，天马计划又一次被迫取消。有专家推测，如果天马导弹研制成功，其射程至少会超过950公里，速度也能达到每秒9公里。这种推测基于天马导弹的预期性能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一般标准。毕竟这类导弹的射程通常不会低于1000公里。虽然天马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其最初的宏伟目标，但它的历史意义和科技梦想依然值得我们深刻记忆和反思。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窥见台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如何努力突破技术限制，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天马计划不仅仅是一项军事计划，它更是台湾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个计划的起伏波折，反映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技术发展的艰难挑战。尽管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天马计划的历程无疑为后来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研发计划的兴衰，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民族的奋斗历程。天马计划虽然未能最终照亮战场，但它在科技史上留下的印记将永远激励着未来的探索者们。然而，也有传言称，当时研发的导弹并未全部销毁，部分保留的导弹因缺乏经费维护而处于闲置状态。据2001年的媒体报道，当时可能仍有12枚导弹藏匿在台湾中央山脉内的发射阵地，可能处于待发状态。在技术层面，将核弹头装载到导弹上还涉及到诸多细节问题，例如核弹头的引爆机制需要与导弹的飞行控制系统完美配合，这就要求导弹的引爆系统必须能精确控制核弹头的引爆时机和地点，确保目标的精确打击。此外，核弹头的保护措施也非常关键，以防在发射过程中因意外而产生核泄漏或其他灾难。从核弹头的生产到装载，再到实际部署，每一步都需要极其严密的安全措施。这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安全保障，还包括人员的安全培训和管理，物流运输的安全保护。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漏洞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天马计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导弹技术的窗口，但将核弹头装载到导弹上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涉及到世界政治、法律和伦理等多重复杂问题。核武器的研发和部署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它关乎地区安全、地区稳定乃至全人类的福祉。在这个核武器逐渐成为历史的时代，我们更应追求和平与稳定。在探索天马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及其对台湾其他武器研发计划的深远影响。例如，当时备受期待的天宫一型导弹原计划获得高达15亿台币的预算支持，但最终只得到了3亿台币，其余资金大多被划拨到了天马计划中。这无疑对天宫一型导弹的研制进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本预计早期完成的天宫一型，不得不推迟到1986年才问世。天宫一型导弹的技术参数相当引人注目，重870公斤，长3米，直径40公分，弹头内装有高爆炸药和大量破片，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力，作战范围可达100公里。制导系统采用中途惯性导航，末端配备半主动雷达和红外线导引，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精准度。天宫一型还具备惯性导引能力，能在不依赖前程照明雷达的情况下攻击多个目标，显著提升了战斗力。天宫一型还衍生出了天宫江型，后更名为天宫2型。这款衍生型号的研发历时7年，最初目标是整合推进火箭和冲压电机的导弹载具。尽管在尝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试射试验屡次失败，
但这项技术最终为雄风3型反舰导弹的研发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基础。天马计划不仅改变了台湾许多武器的研制轨迹，也为未来的武器研发注入了新的思路和动力。尽管天马计划最终被取消，但其中的团队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空导弹领域。于1983年组建了天剑计划。天剑计划成果显著，研制出了台湾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红外线导引导弹天剑1型。这款导弹在定位和外形上与响尾蛇空导弹相似，控制组采用红外线导向，前端带一控制，弹头装载10公斤炸药和2300片高爆预制破片，每个破片都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能对敌机造成致命打击。天剑1型导弹的目标探测器采用激光近炸和碰撞隐性技术，推进系统使用低烟固态推进火箭，能产生14000磅的推力。这种推进装置使得天剑1型在短暂的空战中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和打击效率。在90年代，天剑1型的衍生型号天剑2型也成功研制并首次公开亮相。在1994年的汉光11号演习中，由 IDF 战机试射并成功击落目标，引起了广泛关注。天剑2型导弹长度为3593米，直径19公分，重量约185公斤，装备有22公斤的高爆预制破片弹头，作战范围达60公里，最快速度可达4马赫。尽管天马计划未能实现最初的宏伟目标，但其对台湾军事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续的武器研发计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积累。这一历史篇章充分展现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如何不断追求科技和军事领域的突破，书写自己的传奇，进一步探索。我们发现天剑2型的另一个令人惊叹的变种天剑2C 型，这款增程型导弹射程惊人的达到了100公里以上，速度也提升至6马赫。经过一系列严格的作战测评，天剑2C 型已经展示出了其卓越的性能，其作战定位和能力与 AIM-120D 导弹不相上下，无疑成为台湾最尖端的导弹之一。在不断创新和探索的道路上，天剑2型导弹还迈出了更大的步伐，研制出了适用于海上作战的舰载型号海剑2型导弹。这款新研制的导弹预计将成为台湾海军的新锐力量，未来将部署于沱江级巡逻舰、新一代巡防舰以及玉山级船坞登陆舰。更令人兴奋的是，海剑2型导弹可能采用2种革新的部署方式，一种是独立发射箱，另一种则是安装在 NK41垂直发射系统内。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和灵活性。至此，我们今天的武器探索之旅就告一段落了。天马计划的种种传奇无疑激发了无数猜测和讨论，它是否真的秘密研制成功？它是否真的具备搭载核弹的能力？这些问题留给观众在评论区自由讨论。我是环宇哥，感谢大家的观看，期待在下一期视频中与大家再见。